自从黑神话悟空发售之后，相关的周边产品或者玩具也都主要围绕着天命人进行展开啊。像之前大家可能玩过的青铜烫，稍远一点的，也就是二师兄八戒。当然，除了这些重点的形象之外，一些化身技能或者变身后的造型，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形象。乐子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二排不齐。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由音2的出品的《黑神话：悟空》10元1:12可动人偶。牛皮纸挺多啊，好几层牛皮。包装整体呢，黑色的基底加上一个基本的人物形象。我们有分享过音2的其他黑神话的这个产品啊，几乎都是这样一个比较暗色系吧，就是这种黑白相间的简单的风格。上端能看到音2的专门的封贴。挺重的啊！没记错的话，10元在游戏是很后期才登场的。一方面是在大战二郎神后的那个奖励关卡，再就是最终面对大圣残躯前的算是一个前哨战啊。实际产品到手如果全部直立的话，也有大概20厘米所以如果你和其他的同系列的同尺寸玩具去搭配的话，更多的像是一个变身后的那个形象大小。整个造型上，我个人觉得也是很还原在游戏中10元那样一个形象。身姿上呢，就是很狂野啊，皮肤表面呢就是很粗糙那种岩石的结构，能看到沟沟壑壑，还有大块的起伏，不同的颜色搭配，表面会有很多那种青色以及红色，包括一些沟壑上的类似于灰尘或者比较干燥的效果也有制作出来，而且在两臂还有头雕部分，毛发的呈现很细致。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因为你哪怕用一个大倍率的镜头去看的话，它也能呈现出不错的效果。然后本身的设定呢，它就没有太多的服装就腰部这里缠了一个，你说是披挂也好，或者就是一块破布吧就这样垂下来，摸上去还是比较软的。表面呢也做出了这种布艺的打结包括抽丝麻布的那种比较粗的感觉。其实音2在做1:12产品的时候，有一点是很侧重的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精致程度，无论从皮肤的这个仿石头或者还原游戏的那个制作精度涂装效果包括一些细节毛发我觉得都是可以打一个比较高分数的。最精细的地方当然凸显在它这个头雕的方面2颗替换头，主要呢就是嘴部的造型有一个不同，主体附带呢是这个很毛脸雷公嘴的严肃造型，替换的呢是龇牙的有点战斗风格的这颗头。两者呢相同的都有很棒的皮毛刻画就是它这个毛做的确实很细致这个不得不说。然后表面呢像是一些类似于疤痕吧，或者说石头的那个裂痕裂口也有制作出来。眼睛比较有神，虽然很小但是其实瞳孔部分也能看到做了一个刻画，牙齿呲开这个颗颗分明这个效果呈现的还是不错的。除了头雕以外，手型部分主体正常附带就是2个握拳手，额外还提供了6枚。指甲部分也和它这个2只脚一样做的比较尖锐这黑黑的指甲看着攻击性比较强的。可动部分还是要看一看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10元嘛石头覆盖表面皮肤的这样一个造型设计，所以在关节方面先天会有一个防穿帮的优势吧。我觉得就你切开这些位置，就当做这个石头断面去看就 OK 了，呈现起来这个一体性都比较强。先看头部的话，单独在后脑这里做了一个分件，所以在抬头的时候能够拥有一个更大空间。脖子的话也是单独的分件，随着你头雕上下的移动可以进行一个调节。手臂的话
平举，这空间也蛮大的啊，但是往上推的时候要注意，它这个肩膀部分单独的球关连接啊，如果太过用力的话，容易给这个推下来啊，玩的时候小心吧。曲肘的话，手臂石头的造型还是会有一定的遮挡啊，基本能在90度再向上推一点。腰腹部分的话啊，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啊，不用多说啊，因为本身这个就半裸的造型嘛，光着膀子移动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小腹部分做了比较充分的刻画。整个腰部的话啊，你把这个服装翻起来，其实也做了一定防穿帮的设计啊，这里我觉得是蛮好，它这是做了一个三角形嵌套在这个腰部，连通到下面这个大腿的。这里的话，因为造型的缘故吧，前踢的幅度不会太大，弯折什么都没问题啊。脚踝部分这个接地空间做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左右转动，然后在前脚掌这个部分，大脚趾和额外的四肢，都做了单独的关节，可上可下进行一定的调整。尾巴部分内置铁丝啊，这个就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凹就可以了。比较够用的，摆出一些大魄力站姿或者盘腿啊，类似于一些蹲姿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其他配件上，首先是小臂联动的特效件啊，和游戏中体现的一样，带有一些元素的风格。本身质地是比较柔软的，直接给它嵌套在小臂上就可以了。然后是它这个，你说是棒子也好，或者石柱也好吧，从这个大地里薅起来的，不能说金箍棒啊，整体长度也达到了36厘米啊，非常巨大的一个配件吧，尤其对于这种1:12的产品来说，表面呢能看到做了一些像是那种缎面啊或者熔岩浆产生的一些沟壑吧，一些分色涂装。然后手型部分呢，单独有一个带有插槽的握持手，对应在这个根部进行连接就可以了。因为超级沉啊，你想依靠它的本体直接去握持，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正常展示的话，就是做一些拖地的造型。如果你想摆一些更大魄力的动作的话，产品本身也附带了一套支架啊，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好看的。3孔的大圆盘啊，这个可以连接大的支架啊，直接和主体摆出一些腾空的造型展示了。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啊，这个支架是一个组合形式的，主要呢就是去拖这根棍子，依据你想要的不同高度再进行组装和调节。这个支架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不仅仅你可以和这个它自己的产品搭配，如果你有其他的同尺寸玩具，也可以用它摆出一些有趣的造型。这款1:1210元目前应该也是在预定阶段，我这里呢拍视频就是前瞻体验一下啊，个人感觉首先在产品还原程度还有本身的精度以及涂装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像我说的，InArt在做这个偏小比例的时候，也是会按照自己做1:6产品的一些惯性去对这个还原程度也好，或者毛发精度也好，包括一些涂装细节也好，作为一个发力点放在这边展示的效果，我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产品也算是把10元能够去体现的一些形象做出了搭配啊，从配件上替换头以及这个元素的一些特效件啊，就去还原它不同的这个攻击模式，包括这根非常巨大的棍子上手之后的感觉还是蛮有趣蛮好玩的。未来可以预计的高人气的这种变身的造型，应该都是会有实体化的产品出现的啊，比如说那个广志啊，我相信那个是一定会有的。也希望黑神话衍生的玩具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产品吧。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